天仙牡丹鬼世界火化为恐怖的异形，仙太为了保护刚被花蕊尖刺刺中后，脑袋上瞬间长满了诡异的花朵，而刚和左切已经无力再战了。此时世元赶到，他们马上用刀切断了花的根部，或许能控制住仙太变化的进度。如海默契地带着几人撤出攻击范围，通过波动和声音，世远判断出牡丹和杀死点族的朱锦为同族。路上，他们已经用怪物验证了杀死不死者的方法，只要直接斩断波，无需击中要害也能致死，就像是击中灵魂一样的感觉。气在体内循环释放，世远拔刀，滚过来的藤蔓在瞬间被斩断，切断了仙太脸上的花后，一花确实停止，但他本人已经奄奄一息。刚准备给他涂些止血的软膏，就听见牡丹和世远对阵的地方传来巨响。如海让他们不用担心，世远强的离谱，而且他们是追着仇人一路过来的，还不能死在这种地方。一番恐怖的激战后，世远一刀插入牡丹腹部，将其击飞。这次的伤口没有再生，说明世远的气也克制对方。而下一秒，世远的身上也看满了恐怖的牡丹。只可惜，在对战中，就算普通的擦伤也会导致花化。世远毫不犹豫斩断了自己花祸的地方，大股鲜血喷涌而出。若不赴死，就无法前进，那他死在这里也无妨。布的操纵与他测出来的方式一样，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不能尽快解决牡丹，会是他先失血过多而死。左切想要去帮助世远，一个人的胜机实在是太低了，至少要两个人去创造些机会。体力耗尽的刚并不打算帮忙，如海突然从身后紧紧抱住他，问有没有什么好点子。刚莫名其妙，自如海又去抱了抱左切。奇异的是，左切真的感觉自己的体力恢复了。在山里，身后的爷爷经常这么做。如海之前也对世远试了一下，效果显著，这应该是不同属性的气互补的结果。左切和如海浑身缠满绷带，和钢的粘液覆盖皮肤，以防被擦伤之后花化。怪物的弱点在丹田，只要切断牡丹的两个丹田就能获胜。左切和如海负责当诱饵正面攻击，世远则趁机绕后偷袭，凭借他的减速，应该能同时斩断两边。左切和如海来到岛上之后，都非常迅速地成长了起来。世远切断牡丹两条腿，很快压制住了对方，牡丹的再生速度也变慢了。左切咳出一口血，他的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。世远的白色衣服已经被血浸透，他知道这样非常危险，但知道无法停下。漆黑的情感占据大脑，遍及全身，这是他对天心的复仇。他无法原谅抛下点做狼狈逃走的自己。世远发出搏命的嘶吼，不要命的顶着攻击冲向牡丹，直到耗尽敌人的生命，直到用尽自己的生命，他都无法原谅自己。左切拼命盯住牡丹的一只手，世远已经站在了牡丹身后，将体内的波汇聚于刀身之上。这是这些不死者永远无法明白生命的重量与可怕。然而在挥刀的瞬间，世远犹豫了。丹田真的是要害所在吗？他在那里并没有感受到强大的波。被刚搀扶过来的仙太对着世远大喊胚珠。植物形态的怪物丹田是胚珠，花是养分聚集的地方，花瓣的中心才是怪物真正的弱点。避开挥舞而来的藤蔓，世远对着花瓣中心一刀砍下，见被抛开的胚珠里密密麻麻挤满了牡丹的脑袋。丹田被劈开，牡丹脸上却带着满足的笑容。人类绝死的姿态，生与死的缝隙，那是他们永远都无法抵达的完美朝阳。他等待了1000年，才终于看到的美景。血液变成花瓣漫天飞舞，牡丹的尸体随之消散，只留下一片盛放的牡丹花海。仙太只剩最后一口气了，刚的软膏只剩一个人分，拿给世远用才是最好的决定。而且前路坎坷，就算带上伤员，他们也无法照顾。刚非常冷静地放弃了仙太。忍者都非常现实，应当走过的苦难和完全没有意义的痛苦，他也是分得清的。刚抱着仙太做临终关怀，他快要死了。职责、武士的矜持什么都不重要，他终于可以轻松一下。到最后只用想想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，想象自己躺在喜欢的人怀里，死在这美丽的景色中吧。仙太脸上露出一抹笑，靠在刚的怀中停止了呼吸。左切埋葬了仙太，多亏了刚的理智，他现在已经冷静下来了。事到如今，不管是死刑犯还是处刑人都不重要了，他今后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死去，大家一定要活着离开这座岛。几个人进入了蓬莱，找了间无人的房子暂作休整。刚开始翻箱倒柜的寻找替换的衣服，世远见状进行了一番整理。首先是对抗天仙使用的气，原本是谁都拥有的，只要运用熟练就可以获得超人的力量。气可以说是生命本身，如果随便乱用，极有可能对精神和身体造成伤害，甚至致死。但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，这个岛上并不存在长生不老的仙药，但岛上没有可不是幕府想要听的话。左切记得画眉丸说过，适应村的忍者就是不死之身。刚反问左切，画眉丸说的那些会不会只是幻想，就像忍者的幻术一样。小时候让人看看超自然现象，埋下不可抗拒的受支配心理，让他们觉得无法反抗村长。还有画眉丸说自己是为了妻子来到这里，也非常可疑。忍者只是妻子，真的会有村长让妻子这么早成家吗？只是恐惧并不能完全控制一个人，想让他们完成赴死的任务，就需要更强的动机。比如说一个虚构出来的妻子，
妻子的名字、真人的相貌，他都切实的见过吗？画眉丸突然惊醒，发现自己处于一处山洞里，他突然晕倒，是剑龙把他扛在了这里。面对队友的询问，画眉丸看似冷静，但没人知道，其实他已经失忆了。面前的人是谁？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已经完全不记得，而唯一记得的就是他是石隐村众忍者的首领空洞的画眉丸。画眉丸打算配合几人套话了解现状，并做好了将几人全部杀死的打算。没担心的问画眉丸怎么样，却突然发现对方半个脑袋的气都消失不见。石原换了衣服出门和左切谈心，他们登岛没多久，已经有那么多同伴相继死去了，而且他也很担心画眉丸。石原一脸八卦，左切该不会喜欢上画眉丸了吧？左切赶紧反驳，说实话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如此在意画眉丸。生在杀手村的村子里，听从命令不断杀人，在知晓了爱后，对让过去的自己痛苦万分。但如果最初的动力和爱也只是幻影的话，未免也太过悲哀了。左切愿意相信画眉丸还会和他的妻子重逢，但是现在的画眉丸真的还能记起自己的妻子吗？地狱乐第1季完结。